今天是多云，然后晚上可能会有暴雨，然后温度的话还蛮舒适的。现在是6月中，前几天温度特别高，大概到35到36了。然后这2天气温下降了一些，感觉很舒适。我们现在是在我的 hometown， 在我的家乡。这边是在岳阳市洞里湖区域。对，以前这地方是围湖造田而产生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这边的地势非常平坦，然后是我们整个湖南省非常有名的一个鱼米之乡。现在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以养龙虾为主。对。然后就是水稻，看这边到处都是 rice field，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家乡的大概的建筑的样子，就是一般都是这种 bungalow 这种平房，可能比较好的是前面那个房子，就是有点像别墅的，大多数都是这种平房，因为作为农民的话，其实经济收入其实相对来说没有特别高，然后每个家庭里面的小孩又比较少，对，不像有些地方他们建个3、4层，我们这边的话都普遍流行建这种 bungalow 这种平房。对，现在我准备往前面那个地方走，那个地方有一大片的那个水田、稻田，也是 rice field。然后现在这边的龙虾的收购已经完结了，然后他们这边正在开始种水稻。对，现在是水稻的时候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叫 Edward。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下自己最近的情况。我最近正在申请越南的旅游签证，也就是 e-visa。我之前申请的是那个多式往返，这是第2次申请了嘛。然后比较烦的是被越南的移民局打回了4次，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他每次返回的那个 reason 就是说要我那个 fill out all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也就是说要填完所有的资料。但是我自己左检查右检查，其实基本上的必填选项我都已经填写了，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给我打回。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我从网上各地方去查看了一下吧，其实像我这种类似的情况的案例还不少。很多有部分可能是技术原因，但是大多的部分可能是跟国籍啊，或者说你的旅游history 有关吧。可能我现在是中国籍，然后另外我可能申请的是多式往返，另外我之前那4次申请填写的出入境口岸都是陆路口岸，那个凉山，也就是友谊关。可能他们的当地移民局可能判定我可能是有那种黑心来，或者说不是那种纯旅游的那种签证吧，那种关系吧。所以说后面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出入境的口岸我就改了，就改成那个河内了。这回想到我3月份的时候，我申请越南签证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还蛮轻松的，蛮 easy 的。然后我就大概花了10几分钟嘛，就把所有的资料给填完了，然后提交上去，然后等了3个工作日，就很顺利的下发了。然后这一次就非常的不顺利，我从6月2号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然后打回了4次，然后每次给我的理由都是一样的，然后让我 fill in all your required information， 这让我很诧异。然后跟我在这次同学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哥们儿，然后他也是第2次申请，但是他很顺利。
然后他也没有提交自己的那个visit history， 他就直接那个start visit， 然后他很快就下来了。他都已经在越南都已经玩了快1个月了，现在。我真的是很无语哎。对。然后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这个案例，就是说非常的非常在意。然后对于我来说，再次去越南也并不是说是我必须要去。然后幸好我没有提前预订酒店和机票，所以说损失也不大吧。其实也就一点也就是一点那个签证费嘛，大概$50吧。对，然后我准备说是想个办法，是想走落地批文，也就是 arrival visa。但是我在那个淘宝上去问了一下，他们只有15天的那种。我想越南这么好玩的地方，如果只玩15天的话，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说我就没有申请，我就继续等吧。但是对我来说，我可能过几周，我有可能，如果说一直申请不下来，我有可能去泰国啊，或者是马来西亚那边去走一走。对，那边我觉得也不错，至少那地方不需要签证，免签你就可以入关，这个的便利程度会好很多。对，泰国的话，我觉得他们的 e-visa 真的是，好的不得不吐槽，真的是他那个网站真的是非常破，对不对？真的，我觉得他的网站需要再升级一下。另外，在他们 refuse 的那个 reason， 我觉得你还是要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嘛，是吧？这样的话，真的我真的是太无语了。然后说到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一个去加拿大留学的一个学签吧。然后我最近也是在申请加拿大学签，然后从5月份确定我的学校，然后后面我交了 deposit， 然后等到我开始填写一些study permit 的那些申请材料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这边的是 SAIT， 然后它有一个合作的一个中介叫做 Border Pass。这个其实这个中介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在线的一个网站，然后你在它的网站上把所有的资料给填写完毕，然后差不多吧。反正我的那个 Finance Pro 我是用的那个 GIC， 对，然后基本上反正就这样。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周一的时候，他们中介那边就把我所有资料给收集完，然后就上航到那个IRCC 那边去了。我估计的话，然后差不多也要3到4周的一个时间吧。然后这段时间可能后面说也有体检啊，或者录指纹的之类的。这是顺利的情况下，如果不顺利的话，我估计3、4个月都有可能。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学签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暂时不能说等着它吧，我就可能这段时间，要么就在家里在老家躺平，要么就是去外面走一走啊，去看一看啊。毕竟人还是要出去活动，出去散心。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老家的这边的 rice field， 前面有一座山叫做莫山。但是那个山比较矮，也就海拔也就100到200米，其实也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唯一的2座山。另外那边还有一座山，但这座山都很矮，准确的说，你可以叫做 hill 也可以。这地方，前面的时候，他们是在这边是有养龙虾的，因为龙虾季节已经过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水差不多抽干了，然后就开始撒谷子。你看这些秧苗都是用撒的，不是用那种插秧机插的。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 rice field。这边的地，这边也是之前养过龙虾的。对，因为我们这边养龙虾还是蛮普遍的。对，然后听说这边的龙虾的那个收购的价格大概7、8块钱吧。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船，里面还有一些。对，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笼，那个网，那些网就是专门用来捕那个龙虾的。因为龙虾的话，你不可能把那水全部把它沥干了之后再去捕吧，所以说他们都是放那个网，放那个龙虾网，对，然后每天放，每天晚上放，然后早上来收，大概是这样，对。然后再回到后面的话，就是接下来我应该是上周五回到老家嘛，然后在家里大概已经躺了5、6天。真的前几天还蛮热的，但是这几天比较舒服。所以我感觉这几天呢，回到家之后，我的整个作息都变得非常正常了。之前在长沙的时候，然后基本上因为最近没工作嘛，然后我的整个作息都非常混乱。我差不多每天的晚上大概是凌晨3、4点钟才睡，然后睡到一上午，然后到中午12点钟才醒。然后醒完之后，然后在家里面反正也没啥事嘛，就打游戏啊，玩红警啊，这种老游戏。玩完之后，然后到了很晚的时候，就傍晚的时候出来再放个风，然后买杯饮料啊，大概是这样。反正这种日子是非常的枯燥，也基本上没有多少的那个社交吧。对，因为毕竟在国内现在这个环境。真的，你想要去 socialize， 真的没有特别好。如果说你像有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长沙这边的有个小酒吧里面去喝酒，真的整个氛围其实跟我在东南亚，包括泰国、越南，真的差异蛮大的。你像如果说你去那种这种西人比较多的地方的话，他们还是挺能聊的，你跟他们打招呼啊，跟他们瞎侃啊，他们还是挺乐意的。对，虽然说你们不会产生一个很深的 connection， 但是呢，至少你不会觉得很无聊。但是在国内像长沙这种还算比较外向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在酒吧里基本上就各喝各的，对，然后大家都只关注自己的事情 ，focus 自己的事情，对，就不会考虑到是吧？同桌或者其他的人事情。对，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我在芽庄的时候，在一个 American Buffalo 的那个 bar， 那个里面就挺好玩的。我一进来，然后他们的那个老板娘就开始跟我各种 say hi 呀，跟我这种暖气氛啊，然后生怕我会感到很尴尬呀，很不自然。然后就有很多里面就有很多一些人就会跟你打招呼啊，然后你们就跟你聊，然后在那个酒吧的时候，我就跟一个美国兄弟，应该也年龄跟我应该差不了太多吧。对，我们就聊政治啊，聊娱乐啊，什么东西都聊，真的挺好玩的。这我有时候还是挺佩服他们的那些 Western 那些西人的，真的他们天生就很外向，然后很会 socialize， 就是他不会只跟你一个人聊，他会跟其他人一起聊，一起分享，一起 say hello 啊，去含蓄啊，真的我觉得这感觉我觉得还是挺美好的。另外，真的我在越南的那段时间，在酒吧在那些酒吧，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开着 show， 就是来自西方的，不是越南的，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对于他们西人来说，他们去酒吧，他们不会只待在一个酒吧，他们在一天他们会去好几个酒吧，然后还有我认识的一个荷兰籍华人朋友，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西人的一些事情，然后他说，包括喝酒的话，像他们那些年轻的欧洲人，他们很多时候去酒吧他们可能就在家里面就喝的差不多，然后再跑到酒吧里面过来喝。很多时候他们去酒吧其实也就是一个放松，一个 socialize， 对，就有点像在我们农村这边。是吧？很多人吃完晚饭，他们会在那个村里的那个 CBD 里面去瞎聊，去唠嗑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每个人的世界里不会只有工作，是吗？
你很多时候你其实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的。对的，反正这几天在农村里面待了5天，我就发现其实农村其实还是挺舒服的，而且这几天空气质量真的特别好，然后拍出来的天空非常非常蓝。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深水的一个龙虾的养殖基地，这地方没有，感觉像是没有种，应该不会种大鹅骨，应该也会种，可能种的会比较晚。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龙虾的养殖的池塘。对。现在这边的龙虾的养殖的主体就是我们这一辈，就是跟我们从小长大的这辈的那些兄弟啊，那些人，他们每个人差不多至少承包，最少的承包50亩，一般的话都是100亩，有些可能很大部分是承包200亩。现在的话，这些田地都已经被承包完了，已经没有剩余的田地给他们承包了。对，如果后面想加入人的话，基本上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地是有限的。因为以前的话，每户人家平均也就10几20亩嘛，现在基本上被他们这些人还有一些湖北人都给承包完了。对。然后你看这边基本上大片的都是那个龙虾养殖基地了。其实对他们来说，今年的龙虾整体来说价格还不错。就说他们现在养殖龙虾的话，比之前种那种经济作物啊，比如说以前甘蔗呀、油菜呀，还有棉花好很多，然后相对来说也会轻松很多。比如说他们现在的龙虾的话，很多的施肥呀，他们都不是用人工去做的，他们现在有那种无人机，对，大概花了2万多买的那种无人机，用无人机去施肥，对，可能就唯一需要人工的话就是收网，对，就收网的话可能比较费力一点，对，有些呢，如果说你反正可以，反正舍得，如果想少收点利润的话，你就可以请员工啊。大概你像我弟的话，他200亩，他就请了3个人给他做。对，你们看一下这个远处的那个山，另外还有一座山，那个是桃花山，那个山海拔也估计也就200-300米，这上面全是风车。然后在远处那个地方有个烟囱，那边是一个煤电发电厂，这是以前的那个应该是华能吧，以前是在岳阳那边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电厂迁到我们这边，靠近我们君山这边了。对，那个是个污染大户。然后旁边因为那地方修了一条铁路，叫哈济铁路，然后很多煤从那边运输过，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电厂。对。然后跟大家最后汇报一下，就是说我之前是在长沙那边居住了差不多有3年多，然后这次我就把长沙的房子完全给退了，然后我就基本上就相当于没有家了，就只有我自己的 hometown 的老家了。对，后面的话我就打算就是到处旅居啊，然后到处走走看看。对，因为如果说学签如果比较顺利的话，我就明年差不多1月份就会去，但是如果不顺利的话就不好说了。对，这个捕龙虾的，然后就呢我们这边人说，他们说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捕龙虾了，然后现在剩下龙虾就只是拿来做种了，培育明年的种。其实整个收成就只有2个月左右，很快就过了。但是整个生长周期其实也是挺快的，差不多也就半年的样子。对，然后龙虾收完之后就开始播种最后一季稻谷。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种双季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反正种稻谷其实利润很少，所以说我们很
很多农户啊，他们都会去想着办法去种一些经济作物啊，或者养鱼啊、养虾呀这种。像有些地方他们都是养那种那种比较贵的一些鱼，比如说鲈鱼啊，那种鲢鱼那种。对，一般养那种什么我们常见的草鱼啊，那种鱼很少。这边有个车，这个水很浑浊。对，这就是龙虾的生长环境，但是其实还好啦。这边有个电线杆，一般这个地方他们会有一个接口，然后这边会有抽水。对，这边有个沟渠，一般会从这里抽水。这个沟渠里面抽水，然后把它抽到他们的那个池塘上去。比如说现在要种稻谷的话，这个水里面的水肯定要放。基本上都会有个电线杆。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种了，但是水到里面的水又不能放太多，放太多的话也不行。这就是我的家乡，农村。正宗的农村。对，虽然说这边确实没有城市那么便利，比如说没有便利店啊，没有超市啊，医院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自己种菜呀，但是在这边真的很舒服。晚上的时候特别安静，这边没有光污染。其实很多人，特别是农村的老人，他们真的一辈子都不愿离开这些地方，因为真的太舒服了。你去城市的话，真的人烟很密集，是吧？然后非常嘈杂。对，农村的话真的会亲近很多。虽然说，没那么便利，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吧。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农村的邻里之间真的会互帮互助。如果说每家每户如果有什么好的东西，他们都会跟邻居去分享。比如说，今天谁家捕了那些鱼啊，然后他吃不完的话，他们会分享，把它剩余的会分给那个邻居。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捕了很多鱼啊，很多龙虾呀，我们都会分给我们的邻居左右啊，因为他们有的养了鸭子啊，有的养了那些什么那个甲鱼之类的呀，他们需要这些东西，然后我们都会分享。然后像我们的邻居，他们有的喜欢钓鱼，他们钓了很大鱼，他们也会把他们的那些东西分享。这点其实，如果说你在大城市里面，你根本就碰不到，因为在大城市里，每家每户他们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然后很多时候你跟你邻居差不多住了10年，你都不知道你邻居家是谁，这点非常不一样。这边有一个，这边在排水，啊，外面开始下雨了，我差不多要往回走，要回去了。这一个田很大，这边是个大湖啊。现在正在下毛毛雨，我现在必须打道回府了。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农村的那个地，现在这边都硬化了，所以说，真的吃完饭之后来这个田地散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吧。我觉得，就像我们去那个越南的时候，很多欧洲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去那个越南的乡下去玩一玩，他们很想去体验那种农家乐呀，比如说插秧啊、骑水牛啊那些事情，真的非常，他们就喜欢很 impressive 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发现他们的文化内核确实跟我们相差还是挺大的。这个就是田地里唯一没有硬化的一条路，但是这地方没有硬化的价值嘛，我觉得保留一条比较原生态的路也挺好的。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可以的话，请帮忙点个赞哦，还没订阅的请订阅一下哦，谢谢你能收看。这就是我们家的玉米，
然后这个是给鸡吃的，偶尔自己也会吃一点点。这个玉米长得还挺不错的样子嘞。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比较好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粮区啊，种什么都能长，因为地势比较平，然后也比较肥沃。